魏无羡低头一望，发现眼前正是方才散落一地的夷陵老祖阵恶图，图上壮汉青面獠牙，让他不由有点头大。他甫一低头，蓝云恒跟着眼睛一动，该是也看见了。纸吹满地，少年居然离席，把周边散落大概几十张图都收拢起来。他身法轻盈，捡东西宛如蜻蜓过水，抢在下一阵风起前捡了干净，拿在手里是厚厚一摞，摆到桌角，捡个茶杯压上。魏无羡笑了一下，刚想夸赞蓝氏好教养，不及开口，却见蓝忘机盯住蓝云恒，目光并非日常所见，有点沉甸甸的，让魏无羡稍稍吃了一惊。蓝云恒被看住，似是不想回应，破天荒地装作毫无知觉，手上动作不停，把那摞纸分成了数份，厚薄相当，依次摆在桌上。魏无羡不知蓝云恒要做什么，托腮看着，想他难道要用这纸去果店里的烤饼包子，往乾坤袋里装干粮不成？只听一声清晰漫长的呲啦响起，魏无羡抬眼再看，见那少年居然把手里的一叠纸撕了。魏无羡，蓝忘机的目光变得更沉。蓝云恒撕纸撕得整齐，手上动作不停，呲啦又呲啦，把一叠夷陵老祖阵恶图撕得粉碎，动作极度利落干脆，撕完也不乱扔，尽数收进乾坤袋里。他撕完一叠，马上去撕分出来的第二叠，一任魏无羡听了好久的呲啦，声音单调的后背发麻，蓝忘机的目光愈发沉下，几乎是无声的警告。然而蓝云恒就那样撕着，餐食来了也不停手，惹得店里小二颇感好奇的多看了好几眼。魏无羡一边用筷子翻他碗里的面，一边看蓝云恒撕纸，余光瞥见蓝忘机的神情，心下不由愣住。他此事回来已有好多时日，还没见过蓝忘机用这般目光看过他家小辈，最多只在大梵山上沉郁的看看江城。平日里的小辈们也对蓝忘机又敬又畏，不知蓝云恒犯了什么规矩，又有多大的胆子，居然在蓝忘机的目光下一口气撕了下去。等到少年撕完最后一张纸，蓝忘机开口：“云恒。”然后是漫长的沉默，沉默到魏无羡快搅不动碗里的面，眼看一根菜叶被面汤腌成了酱色，他饿的胃都要抽了。蓝云恒嘴唇终于动了动，他用很低、很坚定又很倔强的声音说：“魏应该死。”蓝忘机吐出一口气，目光却又没有方才那样沉，只如一片夜色下的海。他说：“家规上议3遍。”蓝云恒习惯性的咬着嘴唇，点了点头。魏无羡不知道这两人到底在搞什么，左右无话，只好端起一碗有点凝固的素面，向蓝云恒眼前一塞，再并入地去，说：“撕够了，速速吃饭。”蓝云恒呆了呆，难得听了他的话，低头吃面，脸埋得很低，快要戳进碗里，不论教魏无羡怎么看，都看出一副受了委屈还不得发作的模样。魏无羡一边看他吃，一边好奇这孩子到底有什么故事，又和自己有什么过节，打定主意要找个时间好好套一套他的话。他一转念，又想到家规5遍，仿佛往日重现眼前，手腕下意识地酸麻起来，觉得这个如今吃面还能一声不响的孩子着实有点可怜。他从碗里拨了最后一块肉给蓝云恒，油汪汪的牛肉落在蓝云恒那一碗菜色上，又被蓝云恒特别小心地拨了回来。虽如此，少年沉郁着的脸色似是好看了一点。魏无羡一下子又乐了，脑内百转千回，好几个念头碰在一起，左右没个头绪。最后他想，幸好这孩子不知自己真身是谁，要知道了，会不会也像方才撕纸那样，把他本人给呲啦一声撕了。念及此，他噗地笑了出来，引得蓝云恒抬眼看他，满是惊异，一片滑溜溜的菜叶从筷子尖上掉下来。蓝忘机的眉毛动了动，终于皱得不再那么紧。他们3两口吃过饭，便上行路岭。蓝云恒不去，魏无羡不知罚抄是不是当即生效，蓝忘机看透他在想什么，说他本就不来。魏无羡眨眨眼睛，突然觉得有趣，他装作随口问：“若不历练，何故带他下山呢？”蓝忘机望着前面大片苍翠的杉树林，不知在想什么，沉默地走了许久，才说：“下山历练，但情况不定，便不带他来。”这意思似是格外保护那孩子。魏无羡一笑，也不见你如此宝贝你家锦衣和丝锥。蓝忘机的嘴唇不着痕迹地抿了抿，
魏无羡以为自己引他不快，摆手道：“你怎么管教你家子弟是你的事，与我无关，你别理我。”这下蓝忘机连眉毛都皱了，他面上还是淡无表情。魏无羡与他相处2辈子，觉得蓝忘机眼下是不高兴，却不知自己哪句话出了这个面前这尊君子，干脆闭嘴不言。没想到走出数十步，他又听蓝忘机低声说了一句：“云恒幼时身体不好。”哦，魏无羡不知他说这个做什么，也不知怎么往下接，又走了好多步，憋出一句轻飘飘的回答：“那也对，是该多护着些。”蓝忘机的脸色没变好，但随着事情的变故一起，魏无羡也不顾得去琢磨蓝忘机到底哪里不高兴。他后来为了躲狗，把蓝忘机抱住了，蓝忘机看起来居然还挺高兴的。那一日最终变得格外漫长。他从吃人堡的墙壁里扒出了金铃，又扒了金铃的衣服看他身上的恶阻，然后江城把他的身份扒了个干净，他还不忘从金铃身上把那恶阻扒了下来。扒来扒去，夜色既深，长街尽头的蓝忘机不知等了多久，白衣如同夜色中凝出的霜雪，那双总是浅浅的眼睛中不知何时含了血丝。蓝忘机叫他魏婴。天地陡然倒转，他被蓝忘机抱在臂弯间，那人身上清冽的檀香气息将他全然裹覆，几个恍惚之间，宛如昨日，宛如生前。彼时他是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蓝湛，你若还当我是个朋友，便帮我这个忙。”蓝湛看他衣衫大开的样子，许久，问：“你交这个朋友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仿佛命运一定要将他按进往日纠葛。那一日黄昏时，他遇到江城，夜间又遇到聂怀桑。魏无羡表面上要按莫玄羽的身份行事，把行路岭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上一遍，暗地里几乎被弄笑了。等到聂怀桑离开，他看蓝忘机负手在窗前，望着夜色，不知在想什么，心里念头一动，想着镇上只差一个蓝老头，不然当真能凑出一场侠魏英案继修公子，叫蓝湛一怒思春宫，修仙一世名动一方，20年实景再现。他一不留神，当真笑了出来。蓝忘机回头看他，目光还是静静的，不知他在想什么，倒没有任何不快的意思。魏无羡自觉已经不是装疯卖傻的身份，作为魏婴总得解释一下，思来想去，灵机一动，一拍大腿说：“云恒小郎君吃饭了吗？带他吃饭去。”这下轮到蓝忘机愣了愣，仿佛不知回答什么，许久才道：“进饭有时有度，1日3餐，他知道吃。”魏无羡说：“我们不还没吃吗？正好加一顿。”蓝忘机欲阻拦，魏无羡连连摆手：“若按你们家的定时定量来吃，我看他这个年纪是要长不高的。”他说的言之凿凿，仿佛确定蓝忘机从小偷吃了别家的饭，才长成如今芝兰玉树的模样。蓝忘机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，竟然没有反驳，只是引路带他去找蓝云恒。